Can you tell me where to start? I need someone to empty this heart. 今天我要用菠菜和高丽菜来做一道家常菜料理，和大家分享蔬菜黄金蛋饼。我不会用到鸡蛋，会用天然的蔬菜还有调味料做成蛋皮。大家喜欢吃菠菜吗？每一次说到菠菜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一部卡通，叫做《大力水手》，拍拍的 Sailor Man。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看过这部卡通呢？还是我那个年代会看的卡通而已？菠菜呢，它是一种重要的营养来源，它富含铁和抗氧化剂。排便不顺的朋友可以多多摄取菠菜。做菜前先来和大家分享，频道现在有了超级感谢的新功能，大家可以用第二支持巴拉妈，让巴拉妈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样的新影片、新食谱跟大家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ssing 巴拉妈。看影片之前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，订阅是免费的哦，还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菠菜和高丽菜做这道家常菜料理吧。菠菜含有天然的草酸，会使人入口之后在舌尖感受到苦涩的味道。很多人不喜欢吃菠菜，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个。准备4颗菠菜，刚刚这里都有很多很厚的泥土，我用清水把它冲洗干净，搓一搓。或是用小牙刷刷一刷，把它洗干净了。这里给它打开来冲一下，让泥沙冲掉。用剪刀把菠菜的根剪掉，维持整颗的状态。把菠菜放入盘中，准备50克的高丽菜。这么一大颗的高丽菜，我在菜市场这次买到1颗才台币20元，好便宜哦！把高丽菜切成细丝。之前我也是有像这样子切过高丽菜丝，我是做高丽菜凤梨猪肉卷，大家可以回顾之前这部影片。把高丽菜放入碗中，放入水，放入1茶匙盐，让高丽菜泡在盐水里面，这样子可以洗得更干净。准备1条玉米，这条玉米今天在菜市场买是3条台币50元。在台湾的玉米有分成很多品种，我现在这种是黄色的甜玉米，还有另外一种是白色的。把玉米粒切下来，如果不要用新鲜玉米，也可以用玉米罐头。台湾人叫做是糯米口感的玉米，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种黄色的水果玉米。不知道大家喜欢那种软糯的糯米口感的玉米，还是这种甜甜的玉米呢？把玉米放入食物调理机里，放入100克的豆腐进来，黑盐喜马拉雅黑矿盐1茶匙，油1汤匙，姜黄粉1茶匙，开始来打，都打均匀了。把打好的食材放入大碗中。放入70克的面粉，1汤匙的玉米粉，把所有食材拌匀，都搅拌到粉类都融合在一起，这个蛋糊就可以了。准备30克的红萝卜丝，把红萝卜放入盘中。准备8朵的秀珍菇。把秀珍菇剥成丝状。秀珍菇我喜欢用来做蒸的料理，放一点咸菜、话梅、番茄，淋点香油去蒸。出锅之后就会很香了，又很快速的一道家常菜。大家有做过这样子的料理吗？可以留言分享。把秀珍菇放入盘中，来煮一锅热水，盖上盖子，把水煮滚。水已经滚了，锅内放入一点油。1茶匙盐，先把红萝卜丝放进来烫，红萝卜丝大概烫1分钟半。红萝卜丝有烫熟了，现在先沥干水分，接着放入秀珍菇来烫，秀珍菇大概烫2分钟。先烫红萝卜，还有秀珍菇，最后再烫菠菜，因为菠菜会把草酸释放在水里。现在可以把秀珍菇沥干水分了，给它甩干一点，秀珍菇比较会吸水。等水再次沸腾，放入菠菜，
把整颗放进来，叶片稍微让它压下去，在水里面。菠菜大概烫了2分钟左右，把它夹起来，水分尽量甩干一点，放入冰水中，让它泡在冰水里面，保持翠绿感。取一个平底锅，放上适量的油，来煎蛋糊。把这个纯素蛋糊放入锅内来煎。让它铺平均，这样子可以让它有一样的厚度，熟成度也会一致。这是模仿纯素蛋皮，当然不能像真的鸡蛋那么的平滑平整，我们就是尽量的把它弄成一个圆形。现在四周围有比较定型了，趁这时候赶快放上一片蛋饼皮，压一压，让它可以粘在上面。这个蛋饼皮我是在好事多买的，给它压一压后，现在给它翻面，放回原本的位置，再继续让它煎。可以关火起锅了，用个大圆盘把它倒扣过来，先把它放在旁边放凉。现在来挤干菠菜的水分，菠菜一颗一颗的给它挤干水分，从根部开始慢慢往叶子的地方挤。如果真的不喜欢炒酸的味道，可以先将菠菜汆烫15到20秒，再下锅炒。水滚后加一点盐、一点油，这样就可以让菠菜在汆烫过后保持翠绿色，不苦而且还回甘。在烫的过程中，去除掉了大部分的草酸，减少苦涩的口感，也不会破坏菠菜的风味与营养。你们喜不喜欢吃菠菜呢？可以下面留言跟我分享。菠菜的头切掉。我这个长度，菠菜可以折一半放进来，再放上一些，补满这个空洞，可以了。高丽菜丝放一点点上来，红萝卜丝，给它平均的宽度。就是一样多的分量，这里可以再补一点。秀珍菇，可以卷起来了。先从中间切一半。再切成等份的大小。Can you tell me where to start? 是纯素蔬菜蛋卷。哇，做起来我没有想到颜色对比会那么的漂亮，在头脑里面有浮现出它的样子。那做起来呢？哦，比我想象中的漂亮。吃一口看看，里面的青菜都是汆烫的，只有放一点点盐和油。味道我是把它都着重在蛋皮的部分，纯素蛋皮的那边，吃吃看咯。很香，淡淡的咸味，有黑盐的味道很突出。黑盐就是喜马拉雅黑矿盐。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寻一下，就可以买得到了。它带有一点淡的香气，就是你吃起来会有一点淡的味道。那你闻起来的话呢，也是有很浓的淡的味道。但其实它是咸味，它是盐来的。最近我在菜市场看到好多人卖菠菜，我们这里是3把50元。吃吃看菠菜，菠菜好吃。
其实菠菜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苦味，不知道有没有对菠菜的苦味特别敏感的人，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。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因为它头到跟茎部下面烫完或是炒完都还是软软的，不会像有些像小松菜或是油菜或是青江菜，它的梗是很硬的，要炒很久。那菠菜我很喜欢，就是从头到脚都是吃起来会很软，不会把茎挑掉，都会一起吃。那小元宝喜欢吃软的蔬菜，菠菜就很适合他吃。有时候可以切碎一点啊，就炒饭，饭就会有点绿色的。也有人把它打成青酱，青色的做意大利面。好多年前啊，我做过用菠菜打成汁之后，放面粉去搓揉成绿色的面团，然后我做成绿色的马来西亚的面粉糕，就是台湾的面疙瘩。这个面皮我做的比较厚一点，因为我怕包不住，毕竟它不是真的鸡蛋，不要让它那么容易破的话，大家可以煎的时候把纯素的蛋糊给它煎厚一点。那我就再用了蛋饼皮粘上去，让它更稳定，不会整个碎掉。大家可以试试看，我觉得这个很适合野餐的时候，或是带便当的时候可以带。早餐也很适合，早餐来不及做的话，可以前一天做起来放冰箱冷藏，隔天早上拿起来微波一下，就有颜色很多的蔬菜当孩子们的早餐，新一天的开始，这样子吃起来就会很有能量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分享、按赞加订阅。还有订阅我的日常部频道，追踪 Facebook 还有 IG， 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这还有点姜黄的味道。